哎，青言，你听说了吗？咱们公司要空降一个新老板。写方案的时候没见你这么积极。我可听说新老板是出了名的青年才俊，要是能看上我，我这辈子就不用打工了。今晚回国。3年前苏娇遇破产危机，走投无路的时候，傅成渊找到了我。我们约定以夫妻之名共同面对家族和事业，而并非因为爱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领证之后，傅成渊就一直在国外发展，这突然回来，两个人共处一室，也太尴尬了吧。你要装到什么时候？回来了，那我去客房睡，不打扰你。我妈忘记收拾了，今天先将就一晚吧。哦，那你什么时候回去？这么紧张？难道是怕我对你做些什么？没有。你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我不在的时候，你都是这么照顾自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都好好的。出来吃药。不要吃了。药太苦了，多喝点水就好了。这不是挺甜的吗？你耍流氓！我们可是合法夫妻。傅先生，别忘了我们是契约婚姻，我可没有履行夫妻生活的义务。难道你对我就这么抗拒吗？快别想了。听说程渊回国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你也知道苏家现在的情况，你看能不能明天请程渊来家里吃个饭？他工作挺忙的，应该没时间。我都是为了苏家好啊，青言。你也知道你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知道了，我会告诉他的。我在期待什么？刘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程渊呢？他工作太忙了。爸，最近身体怎么样？亏你还记得我这个爸！自从咱家经历了破产危机，公司一直不温不火，你也不知道帮衬着点。别怪我多嘴轻言，你好不容易被程渊看中，就该好好利用这个资源。刘姨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很差劲吗？青言，你哥哥谈了笔新项目，就差投资了。你要能说服程渊，这个项目一定……爸，傅成渊已经救过苏家了，我不想亏欠他更多了。夫妻之间本来就要相互扶持，哪有什么亏欠不亏欠？既然你们不是邀请我吃饭，那我就先回去了。反了你了！你怎么来了？我有说过不来吗？爸，刘姨，程渊回来了，快快赶紧吃饭，今天可是你刘姨亲自下厨。他竟然真的愿意陪我回来。青言平时没少给你添麻烦吧？我们本来就是夫妻，谈不上麻烦。程渊，
城东新开那个招商项目，你知道吧？这是我最爱吃的，你尝尝。对，吃饭，先吃饭。谢谢你陪我回来。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好了，不要不开心了。项目投资的事儿我会安排推进的。谢谢你的好意，但苏家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为什么？难道你怕我对你有所图？你已经帮苏家够多了，我怕我还不起。我们虽有契约，但也是夫妻，你不需要有负担。既然我们只是契约关系，你其实不用做这么多的。听说了吗？新老板今天就来上任了。新老板能替我搞定方案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啊？听说这个新老板帅气又多金，只可惜英年早婚，看来我是没机会了。我现在只关心我的设计方案。哎，你去哪儿啊？不去迎接新老板吗？改方案。这是咱们公司新来的老板副总，大家掌声欢迎。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共事，今后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这是设计部的苏清言。傅成渊，谁让你直呼老板大名的？叫副总。副总，工作态度不错，继续保持。完了完了，老公变老板，这下更尴尬了。下班了还要工作，果然老板都是周扒皮。副总，您找我。坐，这是新会的张总，方案有什么问题可以你们直接沟通。张总，我们这次的设计方案参考了。张总还有什么问题吗？创意和利益都不错，那我们就按这版方案继续推进。副总，那我们有机会再聚。你什么时候收购的莱尔斯？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的就是你的，现在你就是莱尔斯的老板娘，高兴吗？得了吧，我可不想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傅太太？放开！你就这么嫌弃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个身份而被特殊对待。职场本来就对女性不公平。别怕，我永远站在你这边。明天收拾一下，和我爸妈一起吃个饭。知道了，副总。爸妈，青言啊，不是妈说你，程渊好不容易能回国发展，你们是不是也该要个孩子了？妈，我现在正是晋升的时候，还没打算要孩子。妈，我们会自己做打算的。这次你闹着要回国，已经惹得老爷子不开心了，抓紧生个孩子，早点拿到傅氏继承权。爸，你看你别吓着青言。他们说的话不用放在心上。傅成渊，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这场契约本来就是一笔交易，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你继承傅氏，也不想一辈子活在亏欠里。不行，契约是我定的，婚事只能由我结束，你没有资格提离婚。
我自己走回去。走开，别拦我！上来，上来，我背你回去。我可不想把你一个人丢在荒郊野外。傅成渊，我给不了你孩子，也担不起傅太太的身份，只有离婚是对你我最好的结果。我不需要你给我生孩子，你从来都没亏欠过我什么。离婚，你想都别想。可我们只是契约婚姻，在我这里，这场婚姻从来就不是契约。他明明可以答应离婚，为什么就是不肯放手？是我太固执了吗？难道他对我是真心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总经理，听说还是副总的亲妹妹。你就是苏清言。你是？我是程渊哥哥的妹妹，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原来是副总的妹妹，你好。别装了，我知道你和程渊哥哥只是契约婚姻，想和我搞好关系，你还不配。我们的事与傅小姐无关，如果傅小姐没其他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了。无关，我从小就陪在程渊哥哥身边。你不过是苏家用来攀附傅家的棋子，还真拿自己当傅太太了。傅小姐，请注意言辞，这是我和傅成渊的事。我劝你识相，主动离开，否则我就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你在干什么？我只是和青言姐姐说说话。傅雨然，我让你进公司，是看在爷爷的面子，你在公司给我老实点。傅总居然这么护着苏清言，对傅经理却这么严厉，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也太复杂了吧？进。刚才谢谢你。晚上我和朋友有个私人聚会，你跟我一起去，只是简单应酬，没别的。我出去一趟，接个人。哟，谁这么大面子，还劳烦副总亲自去接？该不会是傅太太吧？那位是谁呀？别白费功夫了，副总可是有妇之夫。商业联姻也配说是结婚，指不定哪天就离了。我去下洗手间。宋清言，你以为会装，你就真的是傅太太了？我本来就是他合法妻子，不需要装。不过是你苏家落魄，程渊哥可怜你罢了。我比你懂他100倍，你却占着傅太太的位置，不觉得恶心吗？我和傅成渊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质问。傅成渊当众护我，官宣我，对你只有警告和疏远，你还看不明白吗？再打着妹妹的旗号挑拨离间，我就不会再忍你。苏清言，你敢这么对我，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姐姐，这些都是公司重要的合作方，你多敬几杯，以后项目对接才顺利。苏小姐，赏脸喝一杯啊！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的人你们也敢动？滚！他怎么会来？工作。
真不让人省心。当初买下公司，就是为了让你不这么辛苦。找什么呢？找套合适的衣服，今天要和合作方去球场考察项目。哪个球场？城郊云顶高尔夫俱乐部。哼，和我在一起时从不刻意打扮，对外却这般耀眼。没事吧？我没事。对不起，小姐，干洗费用我会赔偿的。这边先带您去换衣服吧。带他到我的房间去吧。苏小姐，您先到这间客房换衣服，里面有准备好的干净衣物。谢谢。你怎么进来了？快出去！这是我的私人套房，我想进，自然可以进。我要给同事打电话，让他不用等我了。可以。喂，林夕。对，不用等我了，我先走了，你早点回去。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傅成元，你别这样。我的妻子，我碰不得。青言，副总昨天在高尔夫球场怎么那么关心你啊？副总只是恰好碰到，顺手帮了个忙而已。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副总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啊？副总请去他办公室一趟，他稍后就到。等很久了。就一会儿，找我有事吗？你猜猜看。我猜不到。不过得先闭上眼睛，到地方我才能给你看。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不过是契约夫妻，我给不了你同等的回应。走吧。这是给我的。喜欢吗？喜欢。我想自己开车回去。一起回。本来还想回去一趟的。我明天要出差。出差啊？去几天？1周。哦，那挺好的，路上注意安全。回来给你带礼。这2天你开车，我会安排手下的人跟着你。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开车叫数？我特别不相信。今天有大雨，出门记得加件衣服。喂，青言，你声音怎么了？有点着凉。吃药了吗？那就好。我这边行程要往后延几天，你照顾好自己。老板，凯瑟琳小姐的合作对接方案已经备好，需要您敲定时间。你先忙吧，挂了。听说了吗？副总这次出差，专门为了大学前女友凯瑟琳对接合作，看来两人是要旧情复燃了。真的假的？苏青言，你凭什么介意？傅成渊，他忙着和凯瑟琳对接合作，哪有时间管我？青言。怎么烧得这么厉害？等着，我给你拿药。把药吃了。讨厌，傅成渊，我讨厌你。好，好，好，讨厌我，讨厌我也行。
只要你乖乖把病养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还好退烧了，快坐下。高烧成那样，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去医院？他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副总，却为我洗手做羹汤，这般细致的照顾，是我从未拥有过的温暖。青言，下班去吃新开的日料啊，别总闷着工作。别闹，这是公司，小心被领导看到。来了。副总，凯瑟琳小姐已经到楼下了。凯瑟琳就是傅成渊的前女友吧？会议暂停，后续另行通知。优雅耀眼和傅成渊相配，我永远也比不上他。怎么回事？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抱歉。小心。为什么他和凯瑟琳在一起的样子那么刺眼？今天在公司，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我们是夫妻，你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说。夫妻？今天你和凯瑟琳相谈甚欢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是夫妻？你是因为这个才生气的？我就是看不惯你和他走那么近，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你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青言，你误会了，凯瑟琳只是我的合作方，我不听，我不想听任何解释，我们干脆离婚吧。现在能听我解释了吧？他的解释是真的吗？还在生气吗？我才不气呢，气坏了自己不值得。我觉得我有必要和你解释清楚，凯瑟琳只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合作伙伴，我更没有任何婚姻之外的心思。不出意外，我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位太太。明天公司周年宴会，你和我一起出席吧。不去，一起出席会暴露关系的。我不介意。我累了，想睡觉。怎么喝这么多？刚和凯瑟琳一起吃饭，聊得很开心。知道了，我叫人来送你回家。青言，放开我！傅成渊，你放开我！别动我，青言，求你。别哭啊！我不闹了，你别这样。我喜欢你，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苏小姐，你好，我是凯瑟琳。苏小姐，快请进，不用拘谨。傅成渊叫我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我认识成渊很多年了，今天找你就是单纯聊几句。你看。这是我的孩子，很可爱吧？苏小姐，你别多想，我和程岩只是大学校友，纯粹的合作关系。不过我知道程岩心里藏着一个暗恋了很多年的人，这个人其实就是……聊完了吗？苏青言是傅成渊明媒正娶的妻子，是我唯一想共度一生的人。我去取车，乖乖在这等我，别乱跑。他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发自真心的吗？青言，真的是你，好久不见。沈学长，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这么久没联系，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是在等人吗？等朋友。就讲苏青言见证后的时间。学长，我朋友来了，下次有机会再聊。好，下次见。
路上小心。聊完了？聊完了。他从回来就一直这样，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明明之前还坦诚心意，怎么转瞬就喜怒无常、冷若冰霜？你怎么了？我去书房睡。还装睡？你看不出来我在生气？我看出来了，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他无端闹脾气，冷脸疏离，到底是为了今晚和学长偶遇闲聊的事儿，可明明只是普通旧时重逢。睡觉。副总，久等了，我是沈氏设计沈之渊，本次全权负责与傅氏的合作项目。怎么会这么巧？学长居然是本次合作的对接人，他的气场好冷，他一定又误会生气了。副总，那我们先过一下合作方案的整体框架，请。青言，刚才开会的沈之言也太绝了吧！温柔又绅士，颜值气质双在线，和冷冰冰的副总完全是两种类型，两个极端。别乱说，小心被别人听到。青言，林小姐，介意一起坐吗？当然不介意，坐吧。我记得大学时你就不爱吃重油荤菜，偏爱清淡口味，多吃点蔬菜对身体好。没想到这么久的小事他还记得。这次合作项目推进顺利，等敲定了，我们两家公司联合举办团建，算是提前庆祝。哇，这也太贴心了吧！我准备一下。苏青言，原来你不是不会笑，只是分人。青言，你快看，你和沈学长的衣服，怎么就这么巧？看来我和青言还挺有默契。那个，我先去开会了。这里风大，小心着凉。还记得大学团建，你被冻得直打喷嚏，还傻乎乎以为是过敏，特别可爱。是啊，没想到这么多年，这里的景色和感觉还和以前差不多。项目方案有漏洞，立刻跟我走。昨天我让你反复核对的合作数据漏洞百出，连最基础的细节都能出错，你就是这么敷衍工作的？数据我反复核对了3遍，每一项都确认无误，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明明事事认真，他到底在发什么脾气？他为什么总是这样喜怒无措？立刻重新修改，今晚之前必须交给我。青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就在这儿。我刚在远处就看到你了，副总他刚才语气太重，你别往心里去。我认识的你一直都是清醒真的人，别用别人的坏情绪为难自己。傅成言喜怒无常，我永远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如果他能像沈学长这样懂我就好。青言，其实从大学起我就一直欣赏你，可一毕业我被家里安排出国，这一次我是为了你回来的，我不想再错过你。我喜欢你，我可以给你安稳的生活，你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受半点委屈。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副总，您这是团建属于工作时间，沈总最好公私分明，不要借着工作来表达个人情绪。傅成天，你松手！副总，我的个人情感就不用你操心了，但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不是太不绅士了？工作时间偷跑出来，我是不是该算你旷工？你别不分青红皂白乱发脾气。团建也是增进员工感情的好机会，况且是我叫青言出来，你要怪就怪我。好一出英雄救美啊！这可是我最得意的员工，我可不想他因为别的。我们只是契约夫妻，你没必要为我做到这份上。青言，学长，抱歉，我晚点再和你解释。傅成元，你等等我！傅成元，啊！不是，我们好好说清楚。没什么好说的，你既然愿意接受沈之言的告白，不用顾忌我。
我什么时候说我接受他了？那你也没拒绝。你从来不肯听我解释，一上来就发脾气，你到底在别扭什么？我别扭，看着别的男人明目张胆的喜欢你，我还要笑脸相迎吗？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们本来就是交易，你何必在意别人喜不喜欢？交易，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事全部只是交易。难道不是吗？3年前你主动提出契约婚姻，说只是为了摆脱家族联姻救苏家，难道我们不是各取所需？是，在你眼里，我们不过是交易而已。你今天跑哪儿去了？一天都没看到你。没事儿，处理了点事情。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事全部只是交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难道他真的很在意吗？你不会被副总抓去工作了一天吧？没有，就是四处转了转。果然，老板都是周扒皮，这么帅的人也不例外。难道他都没有自己的私生活吗？每天拒绝八卦。哎，你说副总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是啊，他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这么帅气多金的优质钻石王老五，要是看上我就好了。快醒醒，这种人驰骋商场，城府极深，哪有什么真心啊？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想想嘛，像他们这种顶级富豪，指不定有什么怪癖呢，肯定占有欲极强。不行不行，我受不了。难道傅成渊只是觉得我是他的附属品吗？我在楼下，我们好好谈。副总，再等下去您会冻感冒，我们先回去吧。再等30分钟。他竟然在这里守了一整夜，为什么？明明昨天我们吵得那么凶。你是害羞的表情，波乱我的心，这一刻好想拥抱你。怎么在这睡一整夜？我说过，我会一直等你。那你也不能在这里守一夜啊！生病怎么办？我怕你还在生气，不愿意见我，只能在这里等你消气。先跟我上来吧，我煮姜茶给你驱寒。昨天是我冲动，不该强行拽你，我给你道歉。沈学长只是单纯欣赏我的设计，没有别的心思。我对他也只是同学的情愫，你不用这么针对他。我们真的不能在同事面前公开吗？我说过，这样只会让同事们看清我，我不喜欢这样。赶紧喝了，驱散寒气。你们快看他俩，冲锋衣一黑一白，标准情侣款。不会偷偷在公司谈恋爱吧？何止是般配啊！听说他俩还是大学同学，这缘分不是一般的深啊！大家别乱开玩笑了，我们就是凑巧穿了同款外套而已。青言，这么好的男人可不好找啊！大家别开玩笑了，我和学长只是多年同学，没有别的关系。好了，你们别为难青言，我这人向来有耐心。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多谢学长还记得。青言，姜茶凉了。哦，好，我去给你重新热一下。你受伤了？不小心刮到的，干嘛这么紧张？关心我？多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啊？小伤而已。也不怕伤口感染。苏小姐太贴心了，出门都随身携带急救包。少来了，这不都是你准备的吗？你干什么啊？这么多人呢？头发乱了，帮你整理一下而已。你就这么讨厌我？我没有。我就是怕大家看见而已。我倒成那个见不得光的。青言，快来，这边在比赛呢。副总不会还在拉着你聊工作吧？没有，随便寒暄两句。
那就好，哪有老板团建也不让人休息的？看来我是没这个天赋了，我来试试。沈总监真是全能啊！是不是因为某人在这儿，所以发挥这么厉害啊？副总也来凑热闹了，你也想试试吗？试试，试试。好啊，要比一把吗？既然副总有兴致切磋，我自然奉陪到底。不过比试总得设点筹码才有意思。若是我输了，今晚所有人都去我的私人温泉免费泡汤，吃住全包。那我输了呢？你输的话，后续合作项目全由你单独跟进，在无偿多加1个月加班。你看，我之前说他是彻头彻尾周8副没错吧？出来团建休闲都不忘算计别人加班。傅成渊这腹黑魔，摆明了就是公报私仇。行，我接了。那我来当裁判，保证公平公正。2位选手请就位。沈总监8环，副总10环。看不出来副总居然这么厉害，还以为只会处理公务呢，这也太有魅力了吧！甘拜下风，我自认射击功底不算差，今天算是开眼，愿赌服输。后续加班工作我按时完成，只是方而已不必当真，我哪有这么不近人情？不过我还是请大家去我的私人温泉，所有消费我来买单。那就谢谢副总了。我可是听说副总的私人温泉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咱们早点过去，占最好的汤池。你干什么？这么多人！扶你一把而已，干嘛这么排斥？我没站稳，副总刚好扶我一把，谢谢副总了。说真的，副总也太全能了，射击居然碾压沈总监，人帅又大方，就是占有欲看着有点强。可能吧。待会儿泡温泉，水温偏高，你注意别久泡容易头晕。好，谢谢学长。不用劳烦沈总监操心，副总好像对青岩格外关心啊。没有，学长你想多了。他是公司的优秀员工，我自然是更担心他。培养这么优秀的设计师，精力可不小。真是走到哪都不忘提工作。那就好，我还以为我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呢。那我们一会儿见。副总，您怎么在这儿？不会又要拉你去工作吧？好不容易能泡一次温泉。我是来接你们去温泉馆的。不用了，副总，我们走着过去就行。怎么，怕我把你吃了？我的稿子。好了，车还在那边等着，我们抓紧过去吧。那就谢谢副总了。副总，没想到你人还挺好的，我以前一直以为顶级副劳都是那种不近人情、高高在上的人呢。是吗？苏设计师也这么觉得吗？青岩，副总对你多好啊，这么关心你，还安排专车接送，看来你真的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了。有吗？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么说来，我好像对苏设计师确实有点不一样。副总，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像你们这种阶层的老板会喜欢什么样的人？林夕，不要打探老板的私生活。我就是好奇嘛。没关系的，现在是非工作时间。真的吗，副总？到底什么样的女人能入得了您的眼呢？林夕，我喜欢那种表情冰冷、不听我话、态度还个差的。你故意的。哇，受虐狂啊！果然有钱人都有一些怪癖。好了，不要再八卦了，我们快走。傅先生，您专属玫瑰糖池已经提前备好，按照您吩咐，预留好了您与傅太太双人独立区域。傅太太，原来傅总已经结婚了。想不到傅总已经名花有主了，看来今天我们都是沾了傅太太的光了。小点声。知道了，你先下去吧。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自行去泡汤了。谢谢副总。小心点，苏设计师，这就开始投怀送抱了。你刚刚差点所有人都看出来，你下次能不能提前交代管家别乱说话？你怕什么？又没有指名道姓，还是你希望他说出傅太太就是你啊？我没有，我只是怕大家会乱想。我知道了，是我考虑不周，下次会提前吩咐。我的天，这温泉环境也太好了，有钱人日子也太享受了。要是我能天天待在这儿，不用上班就好了。想什么呢？咱们是天选打工人，这辈子都别想躺平。说到这个就心累，天天改图加班，啥时候才能过上不用赶方案的好日子？学长，这里应该是公共汤泉吧？
你们介意加我一个吗？我当然不介意了，就怕我待在中间成了超大号电灯泡，亮得晃眼。林夕，你别乱说话，开玩笑而已嘛。青言，我有点事找你。副总还真是时刻心系员工，苏设计师走到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没办法，我立志做一个体恤员工的好老板。既然副总有事，那我就先过去一趟。青言，你能不能等等我？傅成渊，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推到所有人议论的风口，让我无比尴尬，你才满意？我只是看不惯沈之眼做什么都要凑过来黏着你，他能黏着你，那我也一样可以。你能不能别胡思乱想？我对沈学长没有半分多余情愫，你没必要次次针对他。可他对你的心思，明眼人全都看得出。当初我们说好，互不干涉彼此生活，你现在这般处处针对，是想要跟我提离婚吗？离婚这两个字，你就这么轻易说得出口？难道从始至终，你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吗？青言，怎么办？青言，你在哪儿？我房门钥匙忘拿了。完了，要是被林夕发现就不好解释了。林夕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为什么也要瞒着他？难道我这么拿不出手啊？就是因为你太拿得出手了，才不告诉他。以你的实力和阶级，我怕告诉他真相，反而会拉开我俩之间的距离。原来是这样也好，总有一种偷情的感觉。别开玩笑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吗？怎么了？哦，对，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玫瑰汤匙，舒缓疲惫的，在我的私人汤匙。谢谢你啊，副总，费心了。就我们两个人还这么见外。放心吧，这里不会有外人进来的。这里环境确实不错。对了，我的画稿呢？谢谢你，这本子里全是我的一些设计灵感，丢了就再也找不到了。看得出来对你很重要。不过我怎么在画稿里发现一张我的侧面速写啊？糟了，忘记傅成渊的速写也在里面了。你胡说！好了，快去享受你的温泉吧，好不容易放松放松。他今晚说的那些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傅成渊，你到底在想什么？青言，副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你团建说那种话，同事们已经开始传了，茶水间都在议论我和你的关系。传什么？传你是我的女人，可你本来就是啊，我有什么好怕的？傅成渊，当初你答应过我的，你现在这样搞，我以后在公司怎么做事？可我从没说过要一直按那个约定来。你放开我，这里是公司。我是老板，你是老板娘，谁敢说笨就行？傅成渊，我不需要你的特殊对待。青言，我会给你时间的，但你最好慢慢适应我的存在和这份关系的转变。傅成渊，苏青言，别再把我推开。青言，你爸又晕倒了，你快回来一趟吧，这次是真的。爸，您没事？青言，爸听说傅成渊最近在竞标城南那块地皮，那块地位置好，利润空间大，爸想拿下。爸，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再拿婚姻去交换利益。我看你是翅膀硬了，你妈走了早，我一把年纪拉把你容易吗？既然这是你想要的，那以后我不会再踏进苏家一步。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想再欠你更多了，我怎么还得起？傻瓜，你从来不欠我，是我心甘情愿的。今晚谢谢你接我回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许说谢谢。肿成这样，明天上班怎么见人？要不我给你请个假？少来，我才不想被同事说闲话。哎呀，成渊来了，快进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成渊来了，快坐快坐。成渊，是不是还没吃早饭？我给你煮碗。不用，我说几句话就走。城南项目的合作意向书，我签过字了。苏氏作为总包方，从下季度开始进场。成渊，你放心，我这边一定安排最好的团队，绝不给你丢脸。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你说，这份意向书
是我给苏家最后一次的承诺，往后不会再以私人关系给你开绿灯。程渊，你这话说的，咱们一家人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我帮你，是因为青岩姓苏。怎么还没睡？你去我家了？嗯。我说过不用再帮苏家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蹲在路边哭成那样，你让我当做没看见？那是苏家的事，不该你来管。你签了那份意向书，我爸只会觉得你软弱可欺，以后他会变本加厉。我傅成渊什么时候软弱可欺过？我跟他把话说清楚了，这是最后一次。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你明明可以选任何一个名门千金，你偏偏选了我这个破产的苏家女儿。你告诉我你只是需要人应付长辈，可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跟那个理由对不上。算了，你早点休息。他到底瞒着我什么？去查清楚照片是谁发的。另外，提醒周之意，最近不要主动联系我。苏小姐，我这里有傅成渊3年前跟周之怡在国外的合照，你想看吗？发。3年前，他一边跟我签结婚协议，一边跟周之怡在国外。傅成渊，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青岩，你到底怎么了？这2天你魂不守舍的，方案改了4遍都不过，这不像你。没事儿，最近失眠，是不是跟傅总有关？我看到这几天你们俩都不怎么说话，他路过你工位，你也故意低头。青岩，你跟傅总是不是真像公司传的那有什么特殊关系？没有特殊关系，你想多了。没事儿。还没睡？这2天你一直睡得很晚。你当初跟我签结婚协议的前1个月在哪？怎么突然问这个？你只要回答我在哪。在德国，谈一个跨国合作项目。跟谁？跟周之意，他是当时德方合作团队的设计顾问。谈项目需要靠这么近，需要笑成这样？这张照片谁发给你的？重要吗？重要的是你从来没跟我提过他，你让我怎么信？青岩，我跟周之意什么都没有。合作结束后，我们也没有私下见过面。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明明有那么多机会，可你从来不跟我说你的过去。有些事，不是不想说，是还没到说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算到的时候？等我自己从别人手里一张一张收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吗？苏小姐，又见面了。凯瑟琳小姐找我有事，就是听说你最近在查傅成渊3年前在德国的事。你怎么知道？圈子就这么大，我认识周之意，也认识傅成渊。那段时间我也正好在德国。说实话，你收到的那些照片，角度选的挺刁钻的。什么意思？周之意确实喜欢傅成渊，这在圈子里不算秘密。但合作结束后，傅成渊亲自跟集团总部申请，后续与周氏的合作全部让别人接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傅成远当场拒绝，说他有喜欢的人。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但你现在的状态明显是在被人当枪使。如果因为这种下作手段让你们错过，挺可惜的。傅成渊当场拒绝，说他有喜欢的人。你这个傻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明明可以早点告诉我的。
傅成渊，原来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更早来到我身边。姐，你傅成渊，你这个傻子！那你怪我吗？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我本来打算在你米兰设计展获奖那天送给你的。傅成渊，我讨厌你。我也爱你。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风这么大，站这里也不怕感冒。这个号码一直在挑拨我们的关系，我尝试拨过去，但已经关机了。副总查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傅雨然。哥，怎么不约在家里？爷爷前阵子还说让我们一起回去呢。打开看看。哥，这是什么？你是真看不懂，还是装不懂？我只是不想你被他骗了，他只是图傅家的钱。傅雨然，爷爷从小把你当亲孙女养大，你要什么没有？傅家对你已经仁至义尽，明天起你手里所有的股份我都会安排人接手。哥，你不能这样对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所以这是我给你留的最后一点体面。处理完了？你还好吗？我把他逐出傅家了，股权也收回来了，以后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谢谢你，傅成渊。想吃你做的饭了。汤还要再煮5分钟，你先去坐着，一会儿我给你盛一碗。我就在这儿看你一会儿。这有什么好看的？油烟味这么重。我就是在想，你以后肯定是个好母亲。不害臊，你在外面喝酒了？我明天要去一趟老宅，将这件事告诉爷爷。我陪你一起去。你确定？我是去让爷爷知道这件事我们意见一致，没有分歧。青言，谢谢你。爷爷，今天我带青言过来，是想跟您当面说清楚几件事。说吧。这里是傅雨然试图离间我和青言关系的证据，用这样下作手段的人，不配当傅家人。他名下所有傅氏股份已经转让回公司，我不再承认他与傅家有任何关系。青言，你来说说，你这段时间受了什么委屈？爷爷，我确实收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您，傅雨然的事儿，我们夫妻已经做了共同的决定。既然你们俩自己拿定了主意，我就不再多说。以后不用事事都来问我，我这个老头子该退休了。少奶奶，这是老爷子让我交给您的，他说是给孙媳妇儿的见面礼。这太贵重了。老爷子说了，这是傅家传给长媳的东西，您别让他为难。快收下，爷爷给你的，推来推去他反倒不高兴。爸，我想跟您聊聊。有什么就直接说吧。爸，苏家现在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但我不想再通过婚姻来换什么。你说这些是在怪我之前做的事儿？只是想让您知道，您永远是我爸，我也不是不管苏家了，我只是想换一种方式。你怎么来了？我爸这回没生气。你说了什么？我说我以后不会再拿婚姻做交易了。其实我觉得他听得进去，就是拉不下脸。爷爷，
今天我带青岩过来，是想跟您当面说清楚几件事。说吧。这里是傅雨然试图离间我和青岩关系的证据，用这样下作手段的人，不配当傅家人。他名下所有傅氏股份已经转让回公司，我不再承认他与傅家有任何关系。青岩，你来说说，你这段时间受了什么委屈？爷爷，我确实收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您，傅雨然的事儿，我们夫妻已经做了共同的决定。既然你们俩自己拿定了主意，我就不再多说。以后不用事事都来问我，我这个老头子该退休了。少奶奶，这是老爷子让我交给您的，他说是给孙媳妇儿的见面礼。这太贵重了。老爷子说了，这是傅家传给长媳的东西，您别让他为难。快收下，爷爷给你的，推来推去他反倒不高兴。爸，我想跟您聊聊。有什么就直接说吧。爸，苏家现在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但我不想再通过婚姻来换什么。你说这些是在怪我之前做的事儿？只是想让您知道，您永远是我爸，我也不是不管苏家了，我只是想换一种方式。你怎么来了？我爸这回没生气。你说了什么？我说我以后不会再拿婚姻做交易了。其实我觉得他听得进去，就是拉不下脸。谁发的消息？你笑成这样？我老公。什么？你什么时候成已婚人士？难不成他也在咱们公司？快说，哪个部门的？我认识吗？能让咱们苏大设计师笑得跟偷了腥的猫似的，这人得什么样啊？副总，小点声。我靠，苏青言，你藏的也太深了吧！我早就看出你俩不对劲儿，这么大的事儿瞒我这么久。不过我还是替你开心，谢谢你，小喜。唉，行吧，原谅你了。不过你欠我一顿豪华大餐。行，想吃什么都行。老板娘万岁！好，你爸发消息啦？让我去参加公司的新品发布会。这是好事啊！你爸终于不认为你是个联姻工具了。老婆，看什么呢？我爸发来的，让我下周以设计师身份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新品发布会。去吗？去。我想去。那我陪你。你陪我？那发布会是苏家的场子，你去了，全场焦点都是你，我还怎么当我的特邀设计师？我坐最后一排，不刷存在感。那你要说到做到，不准抢我风头。我什么时候跟你抢过风头？我恨不得全世界都看见你发光。今天除了发布新产品，我还有一件事想宣布。我女儿苏青言今天会以特邀设计师的身份加入我们这次新品的设计团队。感谢苏总的邀请，也感谢各位今天到场。这次新品的视觉系统由我负责，我会把我在米兰看到的一些新的设计理念融入进来，后续的进度会同步更新给大家。青言，晚上一起回家吃饭吧。好。那是副总吗？有人在拍我们。那傅太太要不要配合他们拍几张？我就说你会抢我风头吧，副总。爷爷，今天发布会，你真给爸爸睁眼。爸，您是在夸我，还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都夸。我为我的女儿骄傲。程渊，以前我总觉得这门婚事是苏家高攀了，我总想着从你们傅家拿点什么回来，是我想错了。现在只要你和青言过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谢谢爸。在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你站在台上，我在台下，除了你，我谁也看不见。后来呢？后来，我决定通过努力让你快点认识我。那恭喜你啊，副总，你做到了，还成功得到了我。我会用一辈子来珍惜你。
这可是你自己主动的。晚安。你松手！